村长，求求你了，你不能把我赶出村子啊！李小婉知道，一旦被赶出村子，那就是没命了。这路上的事情，她也多少知道些，知道这些流民为了吃的啥都能不顾。这会儿她确实是后怕了。哼，今天算你命好，跟着来的只有10来个流民。要是今天有50、60人，但凡你拿不出吃的，只怕他们能把你活剐了。李小婉一听，脸色吓得惨白惨白的。她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当她看见那小孩的时候，她实在是不忍心，但她却不知道这种不忍心会带给她什么样的灾难。他们和邱家寨的人一起，就是为了相互抱团，应对路上的不测，但这种不测却不包括他们自己作死。李小婉哭哭啼啼的求饶，村长抿着唇不说话。何老四从旁边站出来，也小声地跟村长求情，并保证以后会看着李小婉的。村长为了震慑全村人，疾眼厉色地把2人吼了一顿，这才放过了2人。等人都散开，各自忙各自的时候，邱志毅就发现赵团团的情绪有些低落。娘，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其他人吃的？他们看着好可怜啊。小宝，他们确实可怜，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必须要帮助他们。在你帮别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危险，你可以选择帮他，但若是帮助别人会给自己带来危险，那就别帮。小宝，记住娘的话，帮别人都是有条件的，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要伤害我们自己。你想想，要是我们把自己的粮食给了他们，他们吃饱了，我们却饿死了，你愿意吗？你愿意让娘饿死吗？我不会让你饿死，我不要你饿死。娘，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不会帮助别人的。娘不是说不让你帮助人，而是在对你没有危害的时候才帮。咱们不做好人，但是也不能做坏人，知道吗？赵团团迷茫地点了点头，不管了，娘说的肯定是对的。在旁边收拾东西的周霆锋把母子2人的话尽收耳里。这世上好人有的时候太好了，往往没有好报；坏人有时候又太猖獗了，让人咬牙切齿。大家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往前继续走。经过了李小婉发善心的事以后，全村人在看向路过的流民时，都充满了戒备和排斥。若是帮了人会要了自己的命，这种忙没人愿意。一路朝南又走了5、6天，这么多天以后，村里的人家储水少的已经没有多少水了。等晚上全村歇下来，存水不多的人家就来到村长跟前，找村长商量解决办法。缺水？咋？就你家缺水啊？你瞅瞅这村里有多少人家是蓄水丰富的，当初有水的时候让你们多存一些，你们不听，这会儿没水了你们来找我，我这儿倒是有口水，你们要吗？原本听村长说有水，大家的眼睛还亮了一下，可一听见是口水，一个个的顿时就耷拉着脑袋，眉头皱得比海深。别一个个耷拉脑袋了，明天歇下来的时候出去认真找找水源，总比你们盯着我好，我又变不出水来。平时用水的时候省着些，别天一热嘴一渴就咕嘟咕嘟的干，以为自己带了口井在身上，一个个的哼。把村人骂了一顿以后，村长一个人先在旁边的无人处沉默。邱志一眼看过去，虽然他没问，但也知道村长心里在担心用水的事情。走了10多天了，家家户户所携带的水越来越少，可是他们一路上就没有遇到过水源。要是没有水源，这逃荒的路就两难了。毕竟朝前走是死，朝后走也是死。听到村长臭骂人，蓄水多的一些人家也紧张了起来。邱志毅看见旁边的妇人本来刚刚把水淹过米面一些，这会儿听了村长的话，又偷偷的用勺子舀了2小勺水出来。邱志毅看着总觉得这水也太少了，锅里的米怕是会煮不熟。果然吃饭的时候，本来不多的米面一家人吃着，一个个嚼在嘴里嘎嘣嘎嘣作响，全是吃半生半面的声音。但也没有人发火，因为他们都知道现在还不缺粮食，但是缺水。邱志毅也没有天天吃馒头煎饼，一天他至少做1顿饭出来吃。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让周霆锋以后生火的时候把他们做饭的地方挪到边上来做。他就偷偷地把肉渣拿一些出来放进饭里面盖好，反正放了几次了都没人发现。又走了2天以后，村里有村民已经彻底没水了，这逃荒的进程一下就按下了暂停键。村长正在和村民商量事情，没想到邱正生带着邱家寨几个德高望重的人走了过来。邱老哥，我们村有人家没水了，你能帮着想个法子不？要不明天就有人走不了了。
都是一个村子出来的，总不能把他们抛下扔在这里。要是把他们扔在这里，不就是逼他们去死吗？哎呀，这大家都差不多，走了一路，天气又热，人渴了喝的水也就多了。那畜生也要喝水呀，就出门时带的那3-5桶水如何够啊？实不相瞒，不是你们这里才缺水，我们寨子里也有人家没有水了。这样的难题不止如意村有，他们的更大。毕竟在人数上来说，邱家寨的人口更多一些。就算暂时问题没有如意村严重，但也只是暂时的，过不了几天，缺水的人会更多。他想到这里，不禁朝邱之义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当初要不是自家女儿提醒，他们才早几天多囤了一些粮食和水，不然他们邱家寨可能会比如意村的人更早缺水。邱老哥，你年纪大一些，要不你给我们拿主意，看看有没有啥好的法子解决眼前的麻烦。哎呀，老弟呀，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大家现在都变不出来水来，你又不想抛弃你那些村邻，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暂时缓解眼前的难处了。虽然是暂时的，但村长还是一脸期待的看着邱正生。那就是啊，让村里蓄水多的人家先暂时借一点水出来，让没水的人家呀暂时维持一下基本用的水，不然的话就没有其他法子了。一听这方法，村长面上的光也慢慢的熄灭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到处缺水，就算有水的人家也没有说水多得很，多的也是最多再支撑个6-7天。他们心头只怕都在着急，这会儿让他们把所剩不多的水拿出来帮助其他的村人，只怕没人会干。可除了这一提议，似乎也没有其他的法子了。这件事儿让我想一想。邱正生也不多话，反正难处大家心头都清楚，最重要的就是各自的取舍了。就在邱正生和村长商讨缺水事宜的时候，邱家的2个嫂子也跟着过来找邱之义了。我们村子已经开始有人断水了，不知道咱们寨子里怎么样？唉，还不是差不多。虽然你之前已经提前提醒过我们了，我们确实也比别人家多存了一些水和粮食，可是白圆圆一下说不下去了。可是爹那个性子你也知道的，他就看不得寨民吃苦，看别人没水喝了，他就把家里的水拿给别人喝。本来我们家的水还存得挺多的，这会儿都没有多少了。今天和娘盘算了一下，我们家的水最多就能支撑个4-5天，只怕也要断水了。家里孩子多，白天赶路就很累了，总不能不让孩子们喝水吧？我们大人渴了还能撑一撑，可孩子那么小，他们实在不忍心啊。爹虽是寨主，但也不是就是菩萨，他这么把水拿出去，可不就是苦的我们吗？白云云的语气有些怨怪，毕竟家里的几个孩子都是他亲生的，除了小叔要小一些，其他的几个都是他的骨肉。白天的时候，老大老二要水喝的次数多了些，还被邱正生责骂了几句，现在就连最小的2个喝水都不敢随便给他们喝了。咦，家里的人都劝过爹了，可爹还是执意不肯。我们一说，他就让我们住嘴，说邱家寨的寨民本就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他不能见死不救。虽然爹看着严肃，但我们都知道他对你说的话还是听几分的。示意你找个机会劝一劝爹吧。你放心，等明天休息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宝去看看他。闻言，白云云2人互看了一眼，顿时松了一口气。娘说我们大人可一点没傻，团团年纪还小，就让他多喝几口。娘知道你提前准备好了水，但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趁我们那儿还有些水，就让我们给你带一水囊过来。二嫂，我们的水是够的，这水我不要，你们放心，团团渴的时候都是想喝就喝，没有让他渴着，倒是问脸他们几个，只怕还没团团喝得多呢。这水你拿回去，爹的事我一定会去劝他的，你也不要太担心了。白圆圆点点头，但心里其实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他家这个公爹，他还是很清楚他的脾性的，只是让小姑子试一试，多少有一丝希望。等2人走了以后，邱之义便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嘴上答应了2个嫂嫂，但也知道希望渺茫。从前他看书的时候都没怎么看邱家人的结局，不过不用想，就邱正生这样的，只怕邱家的结局也不会太好。尤其那几个孩子，一个个的又聪明又乖巧可爱，主要是他也很喜欢他们。上一世赵团团和他的结局，他是不忍心看着这样的结局落在娘家人身上的。想到这儿，邱之义开始盘算以后的路要怎么走。他在一旁想事情，却被不远处村人的吵嚷声给吸引了过来。眼见着村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邱之义抬步就走了过去。村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话，而是你这个法子也太过分了。
我们一路走来，别说水源了，就是水花花都没看见一个。没水别说牲畜，就是我们人也活不了几天。村长，你能给我们个准数不？我们什么时候能找到新的水源？村里缺水的人他自己缺水，关我们啥事儿？我们村现在有水的人家，谁不是一家老小顶着大太阳熬过来的？我们舍不得多喝一口水，就是为了能熬到后面找到新的水源。可现在新水源没找到，村长你就非要让我们把家里的水匀一些出来给没水的人，你这不是存心要我们的命吗？可不是嘛，那是水的问题吗？那是命的事儿。这水你们谁愿意出就出，反正我不出。是啊，村长，我家虎子白天多喝了一口水，就被他爹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这水可是我们的命根呐！大家都是一样的出来逃荒，他们自己喝水喝完了，关我们什么事啊？打死我也不会拿一滴水出来的。有水的人家纷纷反对，虽然平时大家都是和睦村邻，但水这件事可关系到一家子的身家性命，这种时候什么村邻情分那都是狗屁。狗日的王二蛋，当初你爹从山上摔到半山腰，没人敢去把他拉上来，是老子不顾危险把你爹拉了上来。虽然你爹没活几天，但老子对你家也是有恩情的。现在不过是找你匀点水，你还不干咧？早知道老子当初就不帮你家，让你嗓子哭哑了也不抵用了。你的恩我记着，但我要是把水给你了，我家的几口人咋整？总不能让他们跟着我渴死吧？两人当众吵了起来，其他几户没有水的也开始指责起另外一些不肯匀水的人。都是一个村子的人，平时相互帮衬的时候多的是，这会儿数起往昔的人情来，一个比一个气愤。现在只是出现了几户没水的，村里这些人就开始互相指责。等以后遇上更大的困难，村长见此立马喝止住了众人。我不是让你们无休止地匀出水来，我知道大家都缺水，都没有水喝，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都是几十年的村邻，你们总不能忍心看他们渴死吧？他也知道真的活不下去的时候，没水的人一定会起来闹事的。他现在也是没有法子了，只能暂时先稳住这部分人。这样，现在缺水的有4户人，咱们村的水也不多了，就匀一次，有水的人每家匀1碗水出来，只要1碗，就当是还一些这些年村邻的帮忙。这次匀水过后，大家以后的命运就看老天的安排。这次把水吃完了，咱们不管以后谁家有水没水，除非自愿给，我们不再强迫人匀水。大伙看看，这样成吗？听到只匀1碗水，有水的人家虽然舍不得，但还勉强能接受。村长见之前反对的人这会儿没说话，这样，我是村长，我带头，我家匀2碗水出来。众人见此也没啥好说的了，毕竟村长家带了头，就这样匀下来，竟也匀出了3锅水。4户人家缺水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等吵嚷过后，村里人都歇息了，邱志毅和赵团团躺在自家帐篷里。娘，我们家是不是也要没有水了？明天我再少喝一点水。小宝，你不要担心，娘有水，你想喝的时候就和娘说一声，只是喝水的次数多了，你就去马车里面喝，娘提前放了一个水囊在马车上的。娘，我们的水真的够喝吗？白天他赶路的时候都听到村里人说了，没有水他们就会死。不过这是一个秘密，可不能和其他人说，不然他们就会来抢我们家的水。娘，我不会说的。好孩子，睡吧。邱志毅虽然躺着，但心里却在担忧着邱家人的事。他爹这么搞下去，迟早要把邱家人逼上绝路。从开始缺水，村里人的情绪就已经不如之前那么平稳了，大家身上都已经带着暴躁和毫不掩饰的焦虑了。等到夜深人静，村里人都睡下了，邱志毅才进了空间。灵泉水已经从以前的一滴一滴变成了一条细细的水线，他自己原本囤下的水就不少，如今就是灵泉水也囤了2-3个水桶那么多了。他还去翻看了之前种下的蔬菜和果苗，之前种下的蔬菜已经长成一大朵了，就连栽种的2棵果树如今都已经枝繁叶茂。他之前已经发现空间会变大，领土面积也会变大，灵泉水也会变大，但这次进来却发现和上次的面积差不多。由此可见，空间这些时日是完全没有升级的，一定是他还没有发现空间升级的诀窍。看着外面的逃荒光景，邱志毅越发觉得完全挖掘空间的潜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以及家里人的安全，如果有余力再帮其他值得帮助的人。邱志毅在空间里研究了一阵，也没有研究出个所以然来。
想到明天白天要去邱家劝邱正生，便从一旁拿过了2个水囊，往里面装了灵泉水。他明天过去的时候，偷偷把水囊塞给几个孩子，让他们背着邱正生喝，免得水会被邱正生没收。装满了2个水囊以后，突然想起他还有一个四弟，四弟也是一个小可爱，不能委屈了他。邱志毅特意给他单独装了1个水囊。邱志毅拿了3个水囊出来以后，就把水囊装进了他随身背着的包袱里面。第二天一大早，全村人都起来了。现在他们也知道，只有早点起来赶路，他们才会多一份生机。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行人匆匆吃了东西，便各自开始忙活。虽然知道找到水的概率很小，但是村里的人还是每天趁休息都要到处去找水。我带小宝去看看他外祖父，今天你就不要去找水了，要是我们走了，没有人守东西。好。邱志毅便带着赵团团朝前方的邱家人走去。小姑姑，老三邱晨风和老四邱如雪像2个肉团一样冲到他跟前。赶路累不累啊？小姑姑，他们2个倒是不累，累的是娘。你大哥他们背的东西多，自然腾不出手来管孩子。问脸大一些，就和我一起帮忙背背如雪。家里不是还有马匹吗？怎么不让孩子坐马车？你也知道，咱们家买了几千件大米，家里牛马都用上了，再加上家里人多，要带的东西自然也多，哪里还有空隙让孩子们去做呀？闻言，邱志毅心情越发复杂了。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邱家还送了他1匹马驮东西。爷，带着团团来这里歇，这里阴凉一些。邱家寨的男人们除了几个留下来守护村民安全的以外，其他的壮劳力都去找水去了。邱正生没去，他正和邱家寨的一户寨民说着话。团子在路上饿不饿？渴不渴啊？你娘有没有给你水喝？娘，你这话问的好像知意是后娘似的。大家都知道袁氏不过是关心赵团团的话，也不是真的在问邱志毅有没有给赵团团水喝。几个人笑了笑，便围着一块青石坐了下来。邱家的几个孩子围着邱志毅叽叽喳喳的，看着几个孩子已经起了干皮的嘴唇。这么热的天，一个孩子半水囊水，这怎么够啊？都是你爹那个老东西，人人都是顾着自家人，望自家人好，就你爹那个犟驴子，看不得外人吃苦受罪，却看得过让自家的子孙受罪。我当初咋就看上他了呢？唉，爹这寨主啊，当的也真是尽兴。有啥用？好名声拿来有啥用？吃不饱穿不暖的，像他这么搞下去，我们全家都落不了好。幸好当初听了志毅的话，提前多备了些水，不然现在头一个渴死的就是我们。娘，现在说这些也是没用了，咱们抱怨的话就别说了，先想想办法吧。问莲，带着弟弟妹妹们去旁边玩一会儿，不要走远了。见孩子走开了，邱志毅抬眼见四周的寨民都各自忙活，没有人注意他们。大嫂，这里面2个水囊都是给孩子们喝的，有一个是给四弟的，水囊就别让爹看见了，这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点心意。你们放心，我备的水多多的，给这些出来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不过大嫂，回头水喝完了，记得把水囊还我。志毅啊，你对他们几个也太好了，现在的水比黄金还珍贵呢。咱们都是一家人，大嫂就不要说这些见外的话了。之前她同物资的时候，娘家人可给了不少银子，虽然她没有把话说穿，但她心里有数，甭说多了，就当初给她的银子，她都给他们记着的，等需要的时候，她会用另外的方式回报他们的。志毅，你可别光顾着我们，你自己得多留一些，我们这儿还有一大家子人，要是缺啥，总有他们爷几个想办法。娘知道你性子内敛，有啥困难也不乐意同我们张口，你这样的最是劳苦。娘，你说到哪里去了？志毅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你忘了向南同你说过的事了？志毅他现在有倚靠的人，一个连过门礼都没有给志毅的人，那是啥靠得住的人？你爹前些时日知道志毅又找了一个，他嘴上没说啥，可没少叹气。他虽不是个东西，但我知道他是心疼志毅的。一个男人若是连明媒正娶都做不到，哪里还靠得住？袁氏想着自家闺女的亲事，便止不住的伤心。原本以为邱志毅和他们来往了，大家都放下芥蒂，等过些时日再给邱志毅好好找门亲事，没想到就遇上了逃荒这事。娘，你就放心吧，周大哥是好人，以后你就知道了。对了，娘，现在还剩多少水？还能支撑多久？
要是你爹那个杀千刀的不把家里的水拿给别人，我们自己的水省着一些，用个10天半月的还是有的。可被你爹这么一作践，家里的水顶多再用个4、5天。我看寨里又有几户没水了，按着爹的德行，只怕还要往家里拿水。我瞅着只怕都要不了4、5天，我们家就该断水了。就看能不能找到新水源了。咱们走这么久，一路找水找过来，哪天找到过水的？剩下这么点时间，能找到多少水？说到这里，白圆圆看着不远处几个嬉闹的孩子，那一个个的全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想到几个孩子可能要遭遇的事，他心里就感到一阵阵钝痛。正巧邱正生朝他们走了过来，志毅，你可劝一劝爹吧。你咋过来了？过来看看娘。爹，家里没有多少水了，听娘说你还把家中的水拿给寨棉。2个嫂子虽然嘴里没反对，但心里对爹的做法也是不支持的。那缺水的都是你叔叔伯伯，你说爹能见死不救吗？爹，若是平时日子安定的时候，你想怎么帮助人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爹，如今是什么世道啊？爹可曾想过，今天你舍不得你的寨民遭难，那明天遭难的就是你的家人，可能是娘，是大哥、二哥、4弟，也可能是2个嫂子，还有家里的几个孩子。到那时候，爹就不会心痛吗？在他们选我当寨主的那一天起，我就发了誓要照顾好他们的，我这实在做不到这坐吃不管呐。爹，他们选你当寨主，那是因为知道你心善，知道选你会让他们过得更好，他们的目的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己。爹，你信不信，要是真到了危急时刻，他们做起事来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寨主就对你手下留情的，也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寨主就对我们家里人留情面的。爹，你是长辈，见到的事比我多，见的人也比我多，爹当知道，在活命面前，爹的慈悲一文不值。爹可以选择做一个慈悲的人，但你不能拉着全家去做慈悲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人道的。因为爹的慈悲可能就是用全家人的性命铸就的。爹，你得想清楚一些，不然稍不注意就会落得众叛亲离。邱正生没再说话，邱志毅说的东西他不是想不到，只是不愿意去深想，人性的恶是不能窥探的。爹，多余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知道你心里也清楚，要是一直没水会发生什么。我只是希望从今天起，爹不要再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了。邱正生的目光落在寨里那些老弱病残上，他的眼中是从未有过的迷茫。邱志毅说完也不再管邱正生，而是站起身朝几个孩子那边走去。小姑姑，你给我们的水真好喝，甜滋滋的，喝一口就不渴了。你们觉得解渴，那是因为你们好久没喝水了，你们爷爷给你们分的水太少了。不过你们别怕，过2天小姑姑再给你们送水来。一听邱之义还要给他们送水，几人顿时欢呼不已，却被邱之义给止住了。从邱家寨这边回来，邱之义刚刚回到如意村的地盘。你是哪里来的野杂碎？凭你也敢拦我？我拿的是我儿媳妇的东西，和你有什么干系？金大姐，好好的，你闹什么？现在都啥时候了，你还在这耍泼呢？有这力气，倒不如歇一歇。邱之义这个小蹄子，诓了我那么多银子，什么土地房子，我一样没落着，倒是手里的银子都被他给诓去了。我现在拿他一点水咋了？黄家妹子，我这个当婆婆的拿他点水，他找的这个野汉子还不让，他也不想想，要不是那小蹄子在我这里诓了钱去，他们现在还有粮食吃吗？秦氏说到这件事，胸膛一阵起伏，可见这事儿确实让他憋出了内伤。偏巧他自己当初作死，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写下了契约书，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管咋说，我都是他的婆婆，他要是不给我水喝，那就是大不孝。大不孝的人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大不孝，当初是谁当着村长和村里人的面说的？以后不要我养，自己的生老病死同我没有关系，自己说的话是当放屁了吗？见邱之义回来了，周廷峰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打架他行，但对付这种刁钻的妇人，他是真的无法。之前你卖给我们的土地和房子，我们一样都没得到，我们没找你还钱，那都是我们心善。我现在找你拿点水怎么了？
我是你婆婆，这全村人都看着呢，你好意思不拿给我吗？房子和土地你怎么没得到？我都把契约书写给你了，那房子和土地就都是你的了。你们要是觉得可惜，现在大可以回去种啊，房子也搬进去住啊，你们自己不去关我什么事儿？至于水，一滴也没有。周大哥，招呼我已经给人打了，要是还有人舔着个逼脸凑上来倚老卖老，你也甭客气，一脚踹出去就是了。就算是村长来了，咱们也说得过去。你敢？我是你婆婆，我现在已经和周大哥在一起了，你是我前婆婆。再说你之前就已经和我断了关系的，如今我们形同路人，你要是敢惦记我的东西，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邱之意的话刚说完，钱氏下意识朝不远处的张氏看去。从前觉得大儿媳妇顺心乖巧，可自打逃荒以后，大儿媳妇就越发看她不顺眼了，嫌弃她吃得多喝得多背得少走得慢。从前咋就没有发现她在大儿媳妇眼里竟然这样的不堪？最让钱氏气闷的是，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帮着她。听张氏拿气给她受的时候，她大儿子竟然一声不吭。等大儿媳妇去忙活的时候，她背着大儿媳妇给自家的儿子告状，哭哭啼啼之下，大儿子却越发的不耐烦，甚至看她哭得那么卖力，竟一点都不在意，反而还嫌弃她是个士逼。他知道逃荒的路上必然是要死人的，他害怕成为那个被抛弃的人，所以这才主动请缨来邱之意这里要水。只是他没有想到，邱之意这脾气竟也是炮仗做的。从前有好处的时候，你一门心思想着水好水好，如今才逃荒几天呢？咋，你的大孝子不愿意管你了，要把你赶出来要水了？可惜我这里没有水给你要，你看谁家有水就去谁家要。钱氏见邱之意态度如此强硬冷漠，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心里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偷偷地朝张氏那边看一眼。张氏似乎瞧出了他的心思，我同人把我辛苦存下的银子骗出去了，如今还要赖着我养活，呸！想得美！我没一棍子弄死你就算不错的了，要我白养人那是不可能的。这一刻，钱氏只觉得内心又愤怒又绝望，死心塌地固执的大儿一家，如今却嫌弃自己成为他们的拖累。钱氏觉得寒心，悲从中来，也生出勇气来。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水，我就不走，打死我也不走。你当真不走？不走，除非你给我水，给我半锅水，我就走。别说半锅，一口都没有。随即走到旁边，拿起周霆锋赶车用的马鞭子。你走不走？不走我就不客气了。给我水，我就走。邱之意二话不说，抡起马鞭子。哎呀，好痛，好痛！杀千刀的邱之意，你竟然真的敢打我！哎呦！钱氏被打得连滚带爬的朝远处跑，一边还撕心裂肺的喊：杀人了，杀人了！邱之意见他跑了，也不去追，只是神情淡漠地收起了马鞭。他的这般动作顿时把村里的妇人们都看傻了，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邱之意竟然真的把钱氏打得哇哇叫。要知道在他们村里刁钻的婆婆太多了，大多数家庭里婆婆都是王炸的地位，鲜少有儿媳妇敢这么动手打婆婆的。原本他们以为钱氏来闹，邱之意是无论如何都要吃点哑巴亏，要拿点东西出来的。不远处的张氏也看傻了，疯了，邱之意他疯了！我的东西谁敢来抢，那就把命准备好，我跟他拼了！钱氏坐在不远处嚎啕大哭，说什么要是赵云山没死的话，他也不会被人蹉跎成这样之类的。他暴揍钱氏的态度也是在告诉别人，不管他有啥东西，要是有人敢打他的主意，那他就跟人拼命。只要不是生死一线的时候，一般没有人会去招惹他这样不好惹的人。没一会儿，村里巡水的人就回来了。水没找着，因为走了那么远的路，反倒是把带去的水喝了不少，真是。再找不到水，我们就走不下去了。看来老天爷是真的打算要我们的命呀！村里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是一些丧气话。村长，你要给我老婆子主持公道啊！你瞅瞅，我的这双手都被邱之意这个小蹄子打烂了。村长，你要给我老婆子做主啊！村长的心情原本就极度糟糕，如今一回来还要处理这样的琐碎事，
秦氏，你都几十岁的人了，能不能消停一点？要是你觉得这日子过着没意思了，你自己找个山洞等死算了，不要整日的在我跟前来回晃悠。好啊，好啊，你们一个个的都要逼我去死啊！都要逼我去死啊！我这就去死，我老婆子这就去。若是从前，必然有人会拉着他，劝着他的。他哭一哭，闹一闹就罢了。然而这一次，他走出好远的一截路，竟没有一个人劝着他。眼看着悬崖就在跟前了，他再过去，只怕真的要掉下去。秦氏顿住脚步，蹲在地上，真正扬声哭了出来。他的声音悲惨又绝望。可惜无人朝他身上看一眼，大家都神情冷漠地寻思着如何去解决缺水的问题。大娘，你也没水喝了吗？当时村里面排号挑水的时候，我们家本来就挑的少，你也知道，我们明光老实，他们爱占他便宜，明光总共也没有挑几挑水。这一路上牛驮了那么多东西，不给水喝肯定是不行的，剩下的出去做饭的就是路上喝点。我们现在总共就剩下1桶水了，最多还有个2天就彻底没水了。要是再找不到水，我们可怎么办呢？我活了几十年了，比起其他人来，我已经是赚了的。可明光他还没娶媳妇儿呢，还没生孩子呢，他要是有个啥，我如何给他爹交代呀？我不想喝水，他就压着我喝，我不喝，他也不喝，说和我一起渴。这孩子他心眼实，有孝心呐，他不该受这些搓磨的。大娘，你不要担心，我那里还有些水，到时候我分一些给你们，我不会让你和黄大哥没有水喝的，你放心，我们肯定能撑到有水源的地方。真的吗？大娘，村里人可不敢占周大哥的便宜，我们提前备了不少水。好，知意，多谢你了。大家收拾起来，然后又开始继续赶路。一行人走了一会儿，在路上的时候就遇上了另外一批从其他地方来的流民。这批流民似乎也是同一个村的，大家的牛车上也驮了不少水桶。如意村的人一看，顿时便忍不住瞅着人家的水桶看。大家都知道这水桶里肯定是有水的，要是空桶，人家不会拉这么多上路。邱之意也忍不住朝歇在旁边的流民们看去。他看见这些人水桶虽然多，但驮的口袋之类的物件却很少，莫不成这些人水多粮少？邱之意挑了挑眉，忽然有了个主意。他走到周霆锋身边，对周霆锋说了几句悄悄话以后，周霆锋就把手里的马车缰绳递给了他，走到了村长身边，同村长说了几句以后，村长眼底顿时一亮，他立马叫停了村人，然后缓步走到对面那些流民的跟前，见着村长过去，对面的人立马就抽出了手里的东西，一副随时准备干架的样子。各位莫要误会，我是想和你们做一件生意的，若你们愿意，我们一切好说，若是你们不愿意，我们立马就走。你有话就说。我看各位的牛车上多是水桶，装粮食的口袋却少，我瞎猜一下，你们肯定是水多粮少，而我们正好和你们相反，我们是粮多水少。我的意思是，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两边的人以物易物，你们拿水给我们，我们换粮食给你们，你们看行吗？主事人一见村长说到了他们的要害，两边的人各自商量了一下，他们愿意出5桶水出来换3口袋粮食。就这样，全村自愿换水的人用自家粮食换了5桶水，这么一来，5桶水分给了10几家人，也至少暂时缓解了一下。霆锋啊，还是你这主意好，多少帮村里缓解了一下缺水的情况。是之意想出来的。村长闻言微愣，似乎没有想到邱之意竟然有这样的观察力。邱之意感觉到了村长打量的目光。村长客气了，他们这边稍微解决了，可是下午的时候没走出多久，前面邱家寨的人却停了下来。寨主，我娘晕倒了，寨主救命啊！我娘她是没有水喝才晕倒的，她是被渴晕的。邱正生匆匆走过去，快拿水过来给她喂下去。寨主，我家没水了，只剩下2碗水，还得给2个孩子留着呢。寨主，能不能把你家的水拿一点出来喂给我娘呀？还不快拿水来！爹，
你刚刚才答应我们的，以后想办法解决债里的事，你绝对不会从家里再拿水出来了。爹，我们家也没多少水了，最多就这几天，要是再这么下去，我们可真是一滴水都没有了。邱正生见两人站着不动，就连邱向南两兄弟也是，都给我把嘴闭上，先拿水过来救人。爹，全寨子这么多人，家里有水的那么多，你为啥非要从我们家里拿水？我们家里根本就没有多少水了，你要是拿给了他们，我们吃啥？你的几个孙子喝什么？咱们寨子里这会儿水桶里比我们家水多的有好几户，你为何不去让他们拿？爹，你就心疼心疼你的几个孙子吧。爹，我怜他们几个孩子一天才喝几口水啊。爹，你同情别人就是在要我们的命啊。邱向南一向是个孝顺的，平时邱正生说啥就是啥。原本见自家媳妇顶嘴，他要斥责几句的，可是一看到自家媳妇的眼泪，他便再也说不出话来。小北，你去把我那水拿过来，用我的水喂他。爹，用我的吧。给晕倒的妇人喂了水，没一会儿，妇人便悠悠转醒，冲邱正生道了谢。短暂的停留以后，一行人又开始上路了。火辣的太阳之下，所有人都焦灼的不行，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偏着一口气往前走。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所有人找到了一块宽敞的地方歇下来。邱志毅也累得不行，幸好有周霆锋这个大劳力在，一路上的重活都是他囊括了。停下来以后，邱志毅就开始生火做饭。周霆锋给他抱了一堆干柴来，很自觉地在一旁帮忙。我自己来吧，你先歇一歇，你一会儿还要搭帐篷呢。你白天背这么多东西，已经很累了。我还能承受得住，倒是你。我没事，周大哥，你先去搭帐篷吧。吃了饭，我们也早点休息。周霆锋这才去搭帐篷。周志毅刚把饭做好，正准备吃，没想到邱家寨的人突然跑到他跟前：“志毅姐，袁婶婶让你过去一趟，有说是什么事吗？”好像是袁婶他们一家子在吵架，说的好像是分家的事。邱志毅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先回去吧，我马上过来。邱志毅飞快地吃了饭。小宝，跟着周叔睡觉，娘一会儿就回来，你要乖哦。我知道了，娘。邱志毅这才起身朝邱家寨走去。邱志毅过去的时候，就看到邱问脸他们几个垂头丧气地站在旁边。小姑姑，别担心，没事的。爹，这种时候不是儿媳妇不懂事，非要在这种时候提分家。只是我除了是你的儿媳妇以外，我也是当娘的，我能自己吃苦，可是我看不得我的几个孩子吃苦。今天下午春风和如雪都热晕过去了，可我只能给他们兄妹俩一点点的水喝，他们都是儿媳妇身上掉下来的肉。如今缺水缺成这样，爹把水拿出去救别人，可谁来救我们呢？爹，甭管你高兴不高兴，这家我觉得还是分了的好，这样以后个人是死是活，总归都是自己的命数，怪不得别人。你给我闭嘴！这个家哪里有你说话的份？邱向南，你顺着爹是可以，回头我的几个孩子要是有点啥，我话搁在这里，我一定拿刀和你拼命。白云云嫁进邱家这么多年，一向孝敬和顺，她今天突然面目狰狞地提出分家，倒是让邱家的人始料未及。大哥，你少说两句吧。听到脚步声，邱家人这才看见邱志毅走了过来。志毅来的正好，家里的状况你怎么看？要我说，分了正好，你爹他喜欢帮助人，就让他一个人去过，咱们以后各过各的，谁也不挨着谁。看看他落难的时候，是咱们自家人帮他，还是那些他帮助过的人帮他？志毅，你怎么看？我的意思是，既然大家都有这个意愿，那就分家吧。听到这话，邱家人齐齐看向邱之义，他们以为邱之义是来劝和的，毕竟谁也不愿意和和睦睦的一大家子四分五裂啊。之义，爹娘、大哥、二哥、两个嫂嫂，如今这样的情形，眼睛余光一扫，便见邱向天拧着眉头看他。对了，还有四弟。如今这情形，咱们一大家子捆在一起，反而矛盾多。尤其像爹这样，老是觉得外面的人过得苦，一有困难就要帮上一帮，家里再穷再苦，总觉得都没有外人苦。
爹这样的我也觉得新鲜。爹是这个性子，改不了了，大家也别指望他能改，估计他自己都想改，但就是改不了。与其这样，不如单独把爹分出去，不然就咱们这水桶里这点水，别人没渴死，我们先渴死2个。邱志毅这话一出，邱家人都愣住了，啥意思？把他爹单独分出去？反正分出去了，也在一个寨子里，左右也还能互相照顾，走路就够累的了，也免得大家再吵嚷。志毅，你大哥二哥孝心好，有些话不好说，你要是有啥主意就直说了吧。那我就不客气了，现在大家把家里的水按人头分，自己管自己的那部分，小孩子的由大人保管，自己的水可以自己做主。当然要是像爹这样再把自己的水分出去了，那没水了就自己忍着吧。这也不管用啊，爹要是没水了，咱能不给他喝吗？你大哥二哥也不会无动于衷的。那就是自己的选择了。大哥，你把自己的水给了别人，就算是咱爹给了他水你就没有，万一你渴死了，还是出了其他的事，那剩下大嫂一个人带着孩子，这逃荒的路上嘛，现在是缺水，以后说不定就是缺粮食，到时候几个孩子细皮嫩肉的，这饿起来都能拿去生啃。若是你舍得，那就当我没有说这些话。我说的话难听了些，听不听在你们。我就是觉得这帮人嘛，也得看底线呢。他们从前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起过人吃人，大人一子而食，但他们万万不敢想，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次别说其他人了，就连邱正生也动容了。知意说的对，这家分了就按知意说的那么分，东西也按人头来分，以后大家各自处理自己的东西，谁也没有权处理其他人的东西。爹，大嫂，你的性子爽快一些，一会儿你就放话出去，说我们已经分家了，东西都已经分清楚了，爹因为舍了命的帮助寨里的人，已经让咱们家不睦了。你这么说出去，那我帮过的人岂不是要心生愧疚了？爹，你就等着看吧，看看他们会不会真的愧疚。若是这些人真的愧疚，他们都害得你家庭不睦了，按理说怎么都不会再麻烦你了。可你等着吧，看看他们到底还会不会再麻烦你。邱家兄弟几个也不再说什么了，毕竟他们也不傻，再这么下去，全寨的人没事，他们一家可能就要先家破人亡了。他空间里存的水虽然足够他们一家子用，可是按照邱正生这么帮助别人，他的水是不可能够的。分家分了也好，这样他以后照顾起家里人也有自己的法子。知意，邱志一回身便见白圆圆几步就追了上来。谢谢你，志意。大嫂，我不是给几个孩子送来了水了吗？怎么纯风和如雪还会热晕啊？你是送来了水不假，可是爹下午拿自己的水救人，这家救了，其他家的人也不能不管吧。他的水没了，你大哥舍不得爹受苦，就把自己的水给爹了。可是你大哥没水了，好几次都要摔倒了，我就只能把你拿给孩子们的水给你大哥。这么一来，孩子们也没水了。大嫂，以后心肠硬一点，就算是家里人也得让他们自己尝一尝晕倒在地的感觉。只有真正的躺在地上当了咸鱼干，才会真切的知道自己都不在意自己的命，就没有别人会在乎。我会的。你没事吧？没事，睡觉吧。赵团团已经睡着了。邱志毅等夜深人静，这才进了空间。邱志毅进空间就发现空间变大了一些，之前土地就几平方的样子，根本种植不了太多的东西，就算里面的东西长得快，但量还是少了。这会儿多出的面积大概有2-3个平方，等多种一点自然算一点。邱志毅选了几样种子种下，一抬头才发现之前种下的桃树竟然开始冒出花骨朵一般的嫩芽了。邱志毅大喜，如今这桃树只怕要不了多久就能吃上鲜鲜的果子了。邱志毅看着灵泉水，虽然水流出来还是很细，但他觉得好像灵泉水也确实比之前要大一些。之前一段时间空间并未升级，今天进来一看竟然升级了。邱志毅觉得自己肯定是触发了空间升级的某些机制。邱志毅从空间里出来以后，开始思索今天是干了啥才让空间变大的。想了半天，今天除了赶路就是跑到邱家去帮家里分个家，难道这也能触发升级机制？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邱之意脑海里出现。空间配备原本就是为了帮助他逃荒的，自己帮邱家分了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帮助。毕竟娘家人对他这么好，他又不可能放任不管。可如今资源紧缺，要是每个人都管，他直接管不过来。按着邱正生的德行，分家是保全家里人最好的法子。这么一来的话，是不是因为分了家对逃荒有利，所以空间会升级变大？邱之意想明白以后，决定之后有机会再试试。他得找出空间的升级规律，才能在这个世道过得更好。第二天，依旧如往常一样，在天还没亮的时候，村民们就起来了。男人们去割草、喂牛、喂马，大点的孩子帮忙捡柴生火，妇人们忙着做一天的吃食，杂乱又忙碌。没一会儿，各家的吃食都做好了。为了省水，有些人家的粮食都没煮好，嚼在嘴里嘎嘣作响。能做出夹生饭的人家，都是水稍微充足一点的人家。邱之意虽然没有大肆用水，但做的饭也是熟了的。邱之意把做好的南瓜混着米饭拌匀，趁人不注意偷偷加了熟猪油，再放了一些佐料。这会儿是大家吃饭的时间，全村的饭菜香味混杂在一起。他家的那点东西倒是没有多显眼。要说村里显眼的，当然是村霸张家那一窝子。当初囤水的时候，他家就囤得多，再加他家的男人多，一个个背呀、挑啊、推的，几乎把整个家当都带来了。所以这会儿全村都紧张兮兮的。他们一家能吃熟饭，张婆子还煮上了肉，肉香一吹，满村的人都馋得不行。好好的做什么肉啊？张婆子开始的时候，见全村都用艳羡的目光瞅着他们，她别提有多得意。看着别人眼馋的目光，那种满身都藏不住的优越感一下就出来了。村长，我们家东西多，家里的男人们都累得很，不吃点带油荤的，哪有力气干活呀？这起早贪黑的，总得吃点抵饿的东西。这肉也没多的，就一人2-3块。村长，你也尝尝。就你们胆大，也不怕你们的肉引来饿狼？还不快点吃了，赶紧收拾干净。这一时半会儿的不吃肉，你们是要死啊！以后一时半会儿的都别做肉了。吃顿肉咋了？又没吃你家的肉。原本大家吃东西都吃得好好的，突然就听到隔壁的张大嘴：“狗日的王田福，你还偷上水了！那老不死的整天让你背着，还能有多渴？你竟然偷了半碗水给他喝，你是安的什么心呐？你是准备渴死我们娘几个吗？”张大嘴的声音大，他那嗓门一开，村里人都不由朝他们一家看过去。王田富虽然算不得多好，但勉强还是个有孝心的人。这会儿被自家婆娘指着鼻子骂，竟然也不吭声。反正他这个把耳朵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也不在意张大嘴多骂一场。然而张大嘴见王田富不说话，心头的怒火越发的盛了。王田富，你个狗杂碎，你倒是说话呀！你凭啥把水偷给那老不死的？凭啥？他都活成老妖精了，你还心疼着他？咋？我和你几个儿女就不是人了？你是想渴死我们几个吗？你舍不得他渴死，你就舍得渴死我们呢？我嫁给你这么多年，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你说话呀！你哑巴了！张大嘴似乎压抑很久了，开始用力地捶打王田富。张大嘴平时也是个下地干活的庄稼人，那手上的力气也不是盖的，这么捶了几下，真是把王田富给捶痛了。王田富一用力，就把张大嘴推到地上去了。然而张大嘴摔地上，这下王田富像是捅了马蜂窝了。要不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娘，我们咋会过成这个样子？二狗一天都没有喝到半碗水，你给你老娘偷水倒是大方，一次就给喝了半碗，你咋不把它按到水桶里去喝呀？我的老天爷呀，我咋就嫁给了你这么个孬种的呢？王田富，你个杀千刀的，真是作孽呀！你是要我们娘儿几个的命啊！王田富还是让着张大嘴的，偏生张大嘴气急了，丝毫不顾王田富的面子，一边吵嚷着骂，一边打人。王田富虽然是个懦弱的，但也经不起张大嘴这么作践，他一拳给张大嘴打过去，张大嘴脸上就青了一块，张大嘴顿时哭天抢地的：“老子想拿就拿，水是我的，我娘一天没沾水，喝半碗水咋了？你一天下来还不是喝大半碗水啊？”“儿啊，儿，是娘连累你了，你以后不要管娘了，娘也活够了，确实该死了。”村长心烦意乱地走过来：“你以后也是要当婆婆的，到时候你的儿媳妇这么闹腾你，只怕你也不好过。
田父是个老实人，对你言听计从的，你还有啥好闹腾的？你男人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现在背着他走了一段路，咋了？你男人小时候生出来就会走路啊？你这妇人再啰嗦，就各自走。村长黑着脸一说话，张大嘴再也不敢闹了。现在大家都没水，又不是你一家缺水，她不是你亲娘，可是她是你男人亲娘。村里的其他妇人也开始劝张大嘴，张大嘴这才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王田父母子，然后对自家大儿子：你跟老娘好好盯着水桶，菜刀拿你手上，下次有人再敢偷水，管他是不是你爹，直接砍死好了。这么闹腾了一阵儿，大家才开始赶路。大娘，你的水囊我给你拿着吧。不了，你自己也累着呢。你别和我客气，我到底年轻一些，我就帮你拿着吧。说罢不由分说拿了黄母的水囊，水囊拿在手里果然轻飘飘的，里面已经没水了。大娘，一会儿你想喝水的时候你就跟我说，我拿给你。黄母有些诧异地看向邱之义，他的水囊已经空了。邱之义拿了水囊，应该是知道里面没有水的，咋邱之义还这么说呢？黄母正要说话，见邱之义冲他眨了眨眼，黄母一下就反应过来了。邱之义之前就说过他那里有水，到时候他会给他们家一点水的。但黄母也知道现在大家都缺水，就算水多一点的人家也不敢暴露自己的水的，不然……所以邱之义是故意这么说的，他就是为了不动声色地把水拿给他，他们身旁的村人听了他们的对话才不会怀疑什么，不然人人都问邱之义要水的话，王母不敢想这后果。没一会儿，邱之义便拿出了水囊递给黄母。大娘，我看你嘴皮都干了，先喝一口水吧。谢谢之意了。大娘，黄大哥应该也渴了，你去劝他也喝点吧，别把自己渴到了。好。一行人就这么慢慢地走着，中途的时候时不时传来惊呼声，这家的婆子晕倒了，那家的小孩热晕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有些慌，到后面听多了大家都麻木了，别说其他人晕倒了，还没晕倒的人站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都觉得下一个晕倒的就是自己了。一旦有人晕倒，村长便叫人把晕倒的人抬到旁边阴凉的地方，喂点水下去，一会儿人醒了继续赶路。妖兽啊！驾！几道有气无力的赶车声传来，众人看去，便见着大道上3辆结实宽大的马车缓慢赶来，在3辆马车后面又缓缓地驶来1辆马车。赶了这么久的路，一路走来遇上的基本都是和他们一样逃荒的流民，还从没有遇到过一家子全部坐马车的人。马车从他们身边缓缓驶过，其中1辆马车的帘子掀开，露出一张精致的脸来，那是一个长得很好穿得也很富贵的少女。只是当少女看到外面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精神萎靡的流民时，眼底一下便布满了嫌弃。娇儿，把帘子放下。娘，热死了，我就先开透透气。唉，先忍着吧。邱之义默默地想，这怕是哪个大门大户里的千金吧。邱之义在第4辆马车路过的时候，又歪着眼睛多看了几眼，没想到看最后一眼的时候，却见那车帘子也被人掀开了。这次看见的却是一个脸色苍白、容貌惊艳却透着雍容华贵的青年男子。四目相对，邱之义微微怔了一下，却见马车内的男子已经缓缓地放下了车帘子，随即车内响起了一阵压抑的咳嗽声。公子，你这身体也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住。后面的就没说了，但就凭这句话，邱之义也知道，只怕刚刚那贵公子病得不轻。轻车简行的马车比他们拖家带口赶路的要快一些，一会儿他们就超过了如意村的人，走在了前头。只是没走多久，前面邱家寨的人就停了下来。前面的停了，他们也被迫停下来，看来前面是有事发生了。邱之义赶忙快走几步朝前面走去，他走到邱家寨的人里，才发现之前的3辆马车停了下来，最后1辆也默默地停在了一旁。大表姐，多年不见，你都不记得我了？我是蓉儿啊，秦蓉蓉，你的蓉表妹。表妹是贵人，我如何高攀得起？倒不知道表妹如何在这里。娇儿的爹听说这周边的郡县在逃荒，怕我们受伤害，便让人接我们一起去南郡。
既如此，表妹便先行吧。钱蓉蓉面上的笑意一僵，她倒不是真的来认什么表姐的，只是她得到消息，这一路南下的路上有太多的变数了，听说还有劫匪，他们一行人虽然不少，可她还是担心，这不就遇到袁氏了吗？虽然2个人不亲厚，但要是他们和这2个村的人一起走，那就算遇上劫匪啥的，他们也安全得多。至少看到他们这么多人，一般的劫匪自然会有所顾忌的。这会儿袁氏对他这般冷淡，秦蓉蓉心里有些恼怒，却不敢发作。见过表姑姑、表姑父。我就是一个乡下妇人，实在是不懂这些礼数，你们也免了吧。表姑父、表姑姑，实不相瞒，我们这一路南下势单力薄，路上变数又大，女眷也不少，我们想和你们一路走，路上有个照应，不知道表姑父能答应吗？邱正生应对自己族人的事一天都忙活不过来，整个人已经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这会儿见袁氏对这家人又冷淡，平素也没听袁氏提起过这家人，多半是没什么关系的人，他当然不愿意招惹这个麻烦了。邱正生开口正要拒绝，大人，我们不是空手劳烦表姑父的，这样我们带的水也不多，我愿意拿出2桶水给姑父分给寨民们。表姑父放心，我们绝对不会麻烦你们，我们就只跟在你们后面，求个庇护罢了。若是真遇上危险，我们也不会劳烦表姑父出手的。这话一出，邱正生拒绝的话一下就吞进了肚子里。邱志毅挑了挑眉，虽然这男子看着年轻，但却是个会来事的，能一语中的，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晚辈冯玉安，这是我妹妹冯玉娇。二妹，过来见过表姑父和表姑姑。冯玉娇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冲袁氏夫妻行了礼。寨民们一听有水，当即便毫不犹豫地劝起了邱正生。寨主，他们只是跟着我们也没损失什么，不如就让他们跟着吧。就是啊，寨主，给我们2桶水，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分到1碗水呢。寨主，你就答应了吧，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邱正生抬眼扫了眼众人，你们只要不添乱，愿意跟着就跟着吧，但是你们要是惹是生非，那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不会的。说罢叫下人赶忙从马车上抬了2桶水下来。寨民们看到水眼睛都直了。邱正生挥了挥手，让人把水抬走了，然后一行人又开始上路了。只是这次多了4辆马车跟着，虽然最后的1辆马车没人下来露面，但其他人都默认了这4辆马车是一起的。邱志毅虽然觉得冯家一行是个麻烦精，但这事也不怪邱正生，换谁能忍得了这水的诱惑呢？你娘家当真还有这样富贵的亲戚？这算哪门子亲戚啊？不过就是拉着一个亲戚的名声，想靠着我们2个村寨的人平安南下罢了。王母并不说话了，从刚刚邱家人的态度也能看出来，2家并不是什么亲戚。许是见添多了同行的人，邱家在前头找了地方便歇下来了。如意村的人也跟着停了下来，大家又开始像平时那样忙活。他们停下来以后，陆续有其他的流民从他们旁边走过。邱家寨的人在前面，冯玉安他们一家便在一村一寨的中间歇息。最后面马车的人也从马车里下来了，男子一下来就持续不断的咳嗽，中年男子毕恭毕敬地给他把脉，看得出来中年男子是白衣男子随身带着的郎中。邱之一看这派头便知道眼前的男子非富即贵。突然一个念头从邱之一脑海里闪过，病弱貌美清冷华贵，这他妈的不就是男主的特征吗？他记得书中的男主就是这样的。男主叫啥来着？邱之一想了半天才想起，男主不就是未来的太子萧绎吗？邱之一只觉得世界有些乱，要知道眼前的萧绎现在还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他记得书中说的，靠着他和女主双向奔赴，2人共同努力才实现了整个家国的安定。想到这儿，邱之一看萧绎的目光一下就变了。要是可以，谁不想过太平安定的生活啊？如今这样逃荒的日子，他实在是喜欢不起来。想到以后肩负起国家天下的人就在眼前，邱之一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许是感受到了邱之意的关注，萧逸微微侧手，把视线落在了他身上。邱之意一惊，立马移开了目光。当然邱之意也没过多的关注萧逸这边的情况，当即就准备开始忙活做饭的事。没想到一回头就看见周霆锋目光悠悠地盯着他，很显然他刚刚盯着萧逸的样子肯定是被周霆锋看去了。怡儿不会以为
他是在犯花痴吧？虽然萧逸长得确实挺好看的，怎么说呢？萧逸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皇族气场，有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高贵，让人不敢亵渎。至于周霆锋嘛，好像也不能亵渎。大家忙活起来以后，也没人再关注萧逸和冯玉安他们了。只是虽然他们不关注，可是冯玉娇那挑剔、嫌弃、发脾气的声音还是时不时的传来。钱蓉蓉耐着性子哄着冯玉娇，而冯玉安却在和下人们一起生火做饭，动作颇有些娴熟。看来这段时间是没少做饭。这丫是个识时务的，和他妹简直就是两个极端。一会儿，邱之意他们的饭就做好了。邱之意正拿着碗舀饭，就在这时候，姑娘，给我一点水喝吧，给我一点饭吃吧，我有好几天没有喝水了，也好久没有吃饭了。姑娘，你行行好。走开，我没水也没粮食，再不走我可不客气了。姑娘，只要半碗水就好，半碗水，求求你了。姑娘，求你了，求你了，我女儿再不喝水，她就没命了。夫人闹出这么一出，所有人都盯着邱之意看。邱之意看着夫人满脸的泪水，以及不远处奄奄一息的女孩，他沉默了一下。就在众人以为他会拿出水的时候，却见邱之意抬起一只脚，狠狠地踩在夫人的手背上。滚！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水，也没有粮食。你要是再求我，我现在就过去给你女儿一刀。周围的人都吓住了，没想到邱寡妇这么凶残。邱之意抬眼扫过去，就见葛老四都一脸失望地看着他，似乎她果然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夫人被邱之意凶悍的样子吓到了，随即赶忙朝自家女儿的方向跑了过去。这女人的心肠也太恶毒了些啊！别人都这么求她了，不过是半碗水，她怎么就不肯给人呢？冯玉娇拿出一碗水，就要朝那妇人走过去。冯玉安飞快地走过来，一把把冯玉娇手里的水碗拿过来。二妹，不要胡闹。好了，娇儿，你大哥也是为了你好。那些流民粗暴得很，你要是过去啊，他们指不定还会伤害你呢。我就是看不惯那女人自以为是的样子。这边萧逸在将刚刚的一幕尽收眼底之后，您说我的奏折可有送进宫里？这些流民宫里还没有拿出章程来处置吗？殿下，你还是顾着你自己吧，宫里的事儿有太子把着，你的奏折只怕都递不到陛下跟前就被人拦下了。这些流民实在太多了，这北边20个郡县大旱了这么久，流民成片，这也导致匪患增加。朝廷这些年国库空虚，哪有精力管得过来呀？父皇他罢了，也不怪那女子，要是她敢拿水出来，只怕她自己也落不到好。等天黑了，你给他们送些水和吃食过去。是，殿下。邱之意忍不住朝不远处的母女两人看去，却见那妇人抱着那个小女孩靠在树桩上一动不动的。虽然他看不清那妇人的神情，却能感受到她身上的绝望。吃过饭以后，周霆锋已经搭好了帐篷。邱之意收拾好了以后，就带着赵团团进了帐篷。过了一会儿，邱之意又从帐篷里钻出来：“黄大哥，你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东西，我去方便一下。”“你去吧，我们替你看着。”邱之意这才看向周霆锋，没想到周霆锋也在看着他。“我跟你一道去。”周霆锋跟在他身后，来到一片荆棘比人还高的地方，邱之意才蹲了下来。邱之意解决了以后，钻出荆棘丛后，却没有直接回去，反而绕过一旁的草丛，径直来到之前的那对母子身边。听到脚步声，妇人缓缓抬起头来，却看见跟前站着的正是之前拒绝帮助他，还拿脚狠狠踩他手的人。“这是水，你自己省着点喝，别让人看见了。这点吃的你也拿着，保护好你女儿。记得不要相信任何人，也不要把你的孩子拿给不认识的人。”妇人猛然抬起头来，紧紧地盯着邱之意，不敢相信邱之意的话。“我早些时候不是诚心踩你的，我也是被逼无奈。要是给了你，其他人也会涌上来找我要的，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拿给他们。”妇人这下也懂邱之意的意思了，她那满含绝望的眼底一下便涌出了颗颗泪珠，拿过邱之意给她的水囊，急切又小心翼翼地给她怀里的小女孩喂水，
喝了水以后，原本毫无反应的小女孩动了动手。邱之义叹息一声，随即绕过草丛，从旁边朝如意村人歇息的地方走去。身后传来闷闷的磕头声，而此时在不远处把此情此景尽收眼底的萧逸微微挑了挑眉。白天的时候还觉得这女子有些狠辣，却不曾想此女子不仅心善，还颇有魔虑。你说，再上一道奏折，流民问题乃国之大事，我当尽全力。邱之义回到安扎的地方，同黄母他们打了招呼，就进了帐篷。等周围人都睡着了，他才无声无息地进了空间。一进去，邱之义发现空间又大了一些。他今天干啥了？为啥空间又变大了？邱之义细细地想了一遍，发现自己今天干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帮助了那对落难的母女。难道帮助人也能让空间变大？要是这样，以后让空间变大的方法又多了一种。当然，他的空间要用在值得的人身上。邱之义用放在空间里的锄头重新挖了土窝，又种上了新的菜种，还浇了水。他发现，虽然在空间里种植，东西成熟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但两种庄稼的成熟时间比例和外面种植的庄稼也是相差不大的，所以邱之义选的都是收成时间相对较短的东西。种好以后，邱之义看见之前种下的青菜已经长得十分壮硕了，他便走过去，将成熟的青菜放进空间的房间里。在空间里捣鼓了一阵，邱之义便从空间里退了出来，躺在帐篷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接下来的2天，大家一如既往地开始忙活起来。2天走下来，许多的人家已经没水了，一大早的，一个个的都围着村长。村长，你倒是说话呀，我们该怎么办呢？村长平时在村里都是绝对的权威，可如今拿不出解决的办法，自然有人开始不服了。没水就没水，我爹还能给你们变出水来不成？没水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村长，咱们村虽然缺水，但也不是家家户户都缺水的。我们村还有很多户都还是有不少水。我看他们的水桶赶路的时候都叮咚叮咚的响，一看就知道还有不少水。前些天咱们缺水，村长就让他们匀一些给我们，我们才走到今天的。要不村长，再让他们给我们匀一些。村长，这可不行。上一次匀水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的，就匀一次水，匀了上次以后这事儿就算完了。以后咱也不能再从其他人身上匀水了。要匀水可以，你们匀其他人的可以，匀我家的那就是没门。我家也不匀了，谁要匀我家的水，我就跟谁拼命。我也是，喝我的血都行，喝我的水就先问问我手里的刀同不同意。原本还算和谐的村子，因为水的问题顿时剑拔弩张，双方开始卖力的推搡争吵，眼见着就要乱套了。村长黑着脸站起来，刚要准备说话，突然就听得村人中：娘，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娘！这瘆人的声音一出来，众人就都停了下来。凄厉呼喊的人正是邱之义的隔壁邻居王田富。王田富眼看着大家就要出发了，他就去背他娘王老太婆准备上路，没想到王老太婆竟然没了反应。王田富心慌之下赶忙去探王老太婆的鼻息，却发现王老太婆早就已经死了。至于是昨天晚上什么时候死的，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前些天他偷水给王老太婆的事，他婆娘张大嘴和他又打了一架。张大嘴这2天给2个人的水和吃食都少得很，早上这顿不给吃也是常规操作。全村出发这么久，虽然缺水严重，但至今还没有人折在路上。这会儿见王老太婆死了，大家心中越发的恐惧了。村长几步走过去，探了探王老太婆的鼻息，随即摇了摇头，这是彻底没气了。咋会突然就没了呢？昨天我做饭的时候还看着他盯着田富瞧呢。他怕是早就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盯着田富看，不是其他，只怕是舍不得田富。可是大婆虽然年纪不小了，可她的身体还算可以的，也没见她生病啊。该不会是渴死的吧？所有人不由得看向了王田富和张大嘴。王田富满脸的悲伤，倒不像是装的。你们看我做什么？我给了水的，我又给他水。说到水，大家不由得朝王老太婆身边的水囊看去，却见王老太婆人虽然死了，但手却紧紧地握着水囊。村长弯腰捡起水囊，原本以为是空的，没想到摇了一下，里面竟然还有水。
这水囊里有水啊！众人一听，顿时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村里的赤脚大夫走过来，掀起王老太婆的眼皮嘴巴查看了一阵，确实是渴死的。咋会被渴死？她身上不是还有水吗？就是啊，明明有水的，怎么会让自己渴死？这些天赶路的时候，我看着她是眼大大的，但瞧着和平时也没有啥不同啊，咋就把自己渴死了呢？唉，这还用说吗？太婆她肯定是心疼田父。你想啊，这么热的天，大家空手赶路都累得喘粗气，田父又没多少水喝，还得背着太婆赶路，那汗水就没停过。太婆是心疼田父了，不愿意让田父再受折磨，才自己把自己渴死的。有人把王老太婆自己渴死自己的原因说出来以后，如意村的人一下就沉默了。这么热的天，明明手里还有水，却生生忍着不喝，偷偷把自己渴死了，那是多么艰难和让人动容的一个过程啊！娘，都是儿的错呀，当初就该听你的话，多囤些水。要是多囤一些水，你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啊！娘啊，都是儿没有听你的话呀，是儿害死了你呀！早知道。唉，有钱难买早知道啊！之前还嚣张跋扈的张大嘴，在听到王老太婆死了的时候，他内心甚至有些雀跃。毕竟这么一来，路上少了一个大累赘。可当他看见王老太婆宁可把自己渴死也不喝水，也不给王田父增加负担的时候，他竟突然觉得有些难过。他不是什么善良的人，可在这一刻却也忍不住哭出来。王田父哭得伤心，但也不能让他一直哭下去，毕竟村里这么多人还要赶路。村长当即安排村里的几个壮劳力去挖坑，众人简单的把王老太婆埋了，用几块零碎的石头做了标记，然后便又开始重新上路了。大家心里都知道，王老太婆的死只是一个开始，这前面的路到底有多么困难，没有人知道。邱之义心情颇为复杂，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王老太婆竟然会选择走这样的路。经过了王老太婆的事以后，赵团团便不肯坐马车了，非要和邱之义走在一起。邱之义以为是因为赵团团太小了，才会被王老太婆的事吓到了。然而没走出多久，赵团团便会扯着他的袖子，小声地提醒他：“娘，你渴不渴？你喝点水吧。”邱之义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只是次数多了，他才觉得赵团团有些异常。尤其是他喝水的时候，赵团团盯着他，看见他真的把水喝进嘴里，他才会移开双眼。邱之义一下便明白了小家伙的心思，他是怕他也像王老太婆那样把自己渴死了。小宝放心，娘不会把自己渴死饿死的。总之，娘是绝对不会死的。娘还要保护小宝，娘才不会这么傻呢。娘，真的吗？真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人已经受不了了，于是便有人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去了。一个人开了头，后面就有人跟着坐下，不过片刻就坐下了一大片。村长，你想想办法吧，你总不能让我们活活渴死吧？村长张了张嘴，一时却半个字都说不出来。看到没水的人开始耍赖，有水的人家顿时就提高了警惕。看啥看？我家也没水了。把桶里的水拿出来，先给小的喝。爹，我们家也没水了，就那一点点水，要是给他们了，我们喝什么呀？你那几个孙子喝什么呀？那就给他们留2天的量吧，其余的给每个孩子分一分。村长儿子虽然不愿意，但架不住村长一意孤行。听到村长把自家的水拿出来，众人顿时安静下来。爹说了，只有小孩有，大人就都忍一忍吧。刚刚还哇哇大哭的小孩们听到有水喝，这才安静下来。村长儿子用小碗给每个小孩倒了半碗水，然而得到水的小孩刚刚喝一口，就被自家大人给喝止了。余下的水，一家人用舌头舔了一下，就算是解渴了。等把村里半大小子们一人半碗水分下去了以后，村长家的水桶也见底了，只剩下一点点了。也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声：“凭什么小孩有水喝，我们就没水喝？”然后就有人猛地冲上去，从村长儿子手里夺过了水桶。在村长儿子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人的脑袋就塞进了水桶里。旁边的人眼疾手快，见那人开始抢水，他们也生怕自己吃亏了，当即伸手去薅把脑袋直接伸进水桶里的人。大家推推搡搡，缺水的那群人顿时围成了一团。
最外层的人见抢不到，顿时红了眼，直接朝村长家刚刚放那小水锅的牛车上冲了过去。那些人动作迅速，不过眨眼睛的功夫，村长刚刚让他儿子留给家里孩子的水就被村里人哄抢得一干二净，周围尖叫声不断，随即便是村长媳妇儿以及他儿媳妇儿嚎啕大哭的声音。村长的几个孙子孙女也被吓得哇哇大哭，村长和他2个儿子顿时气红了眼。村长的2个儿子去劝阻抢水的村民，还被情急之下的几个村民打了个鼻青脸肿。邱之义看着这情形，首当其冲便是抱起了赵团团。他虽然猜到有可能会出现意外，但他没有想到这些村人可到了连村长都敢抢。也是在这一刻，邱之义突然很庆幸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帮助过任何一个村里人，不然他的下场只怕比村长还惨。村里人内讧的时候，周霆锋一伸手就将邱之义母子拉到了身后，他目光冷沉地盯着四周，整个人保持着随时出手的准备。村里人虽然丧心病狂，但还是知道谁惹得谁惹不得。去抢水的都是已经缺水的人家，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打算去抢村长，只是有一个人开了头，为了怕自己抢不到吃亏，他们就顾不得其他的了，一拥而上，全然忘了他们抢的人正是为他们瞻前顾后费尽心思的村长，也全然顾不得他们这样的行为背后村长会有多寒心。这会儿这些缺水的人基本多少都抢到了一些水喝，等没水了，他们自然也没得抢了，人一个个的也都冷静下来。冷静下来以后，大家似乎才想起他们有些对不起村长。都是你，都是你，我说了不要管他们，咱们自己一家人逃，你不信，你非舍不得他们，说什么都是一个村子的人，要互相帮衬。你看看，你看看，这些都是你帮衬出来的好村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都是怎么报答你的，都是怎么抢你的。你顾着他们没有水喝，白天晚上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找到水，可是他们呢，管过你的死活吗？要是你听我的话，我们一家子自己赶路，说不准早就到了有水的地方。如今他们连给孙子们留的水都抢，你自己睁大眼睛好生看看，他们是人吗？你帮的这些人，他们是人吗？村长紧紧地抿着唇不说话，任由他媳妇又骂又打，可是他却红了眼眶。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啊，他掏心掏肺想要善待的村里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村长抬头看了看晃眼的日头，好一会儿才低下头。好了，如今我这里也没水了，也管不了你们了，你们一个个的都各自逃命去吧，以后生死平天，如意村就到这里散了吧。谁想结伴走的，你们自己结伴走，想单独走的就单独走，想往前走的就往前走，想倒回去的就倒回去。这如意村的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都起来收拾东西，我们自己上路吧。是爷对不起你们，都别哭了，老天爷会帮咱的。村长是一家之主，他发话了，家里的人都还算听话，一个个立马牵起了自家的牛车，缓缓地朝前走去，再不管身后的人。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村长对咱们这么好，你们竟然去抢村长，你们咋不死了呢？就是，都是你们逼走村长的，我看你们抢了水，是不是就能管一辈子？妖兽啊，这群杀千刀的把村长气走了，那我们可怎么办呢？完了，这下完了，咱们可怎么办呢？大娘别着急，就算我们村散了，我们还能和邱家寨一起走，我娘他们在那儿，大家一起走也周全些。原本走在他们之前的几辆马车，在如意村内讧的时候就停了下来。邱之义眼看见萧逸那辆马车的车帘子微微掀开了一角，像是朝他们这里看了过来。如意村先是乱了一阵，但没过多久，村里的人就冷静下来，毕竟太热了，他们也不愿意站在原地不动。不管怎么说，朝前走总是有一份希望，可往后退那就是死路一条。村长只是被大家伤了心，他肯定是放不下咱们的，大家带上东西赶路吧。
村里有个年长的老者喊了一声，大家这才开始行动。不过这次赶路和之前不同了，有水的人家都自动挨在一起走，对于没水的人家，他们自动远离。毕竟这群人刚刚连村长都敢抢，放眼这村里还有谁是他们不敢抢的？没水的人见他们被嫌弃和孤立，自然是有些不高兴，但也知道是他们做事不地道。邱之义有周霆锋护着，他们算是走得比较快的，走在了村人的前头。因为如意村发生的事，邱家寨的人看见以后也刻意放慢了脚步。这会儿见人群动了，他们也才开始走。邱之义耳间听见冯玉娇在马车里冷嗤：“哼，一群野蛮人，为了点水居然打成这般样子，不愧是乡野出来的野人，简直粗鲁至极。”听到这话，邱之义有些想笑，却又有些佩服冯玉安。看得出来，冯玉安把他保护得很好，不然哪里能养得出这样的傻白甜？接下来的这一下午，如意村有水的人都不敢拿水出来喝了，就怕自己刚刚把水囊拿出来，后面那群豺狼一样的人就把他们给抢了。如意村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整个村子的人一起出发，原本是担心会被外人抢，但直到今天，外人没有抢过他们，他们反而被自己村的人给抢了，这简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好不容易走到天蒙蒙黑，邱家寨的人才停下来，大家还像往常一样开始搭帐篷，只是没水的人家一个个面面相觑地站在原地，看他们的样子颇有些良心还未完全泯灭的味道。邱之义拿出锅碗瓢盆，正准备做饭，看见水，不远处没水的人顿时就把眼睛看直了，一个个都盯着他们有水的人家。要不是知道周霆锋不好惹，他们说不定就真的会动手。其他有水的人家这会儿都抱团挨在一起，要是有人敢动手抢他们，他们也会奋力反击的。邱之义感受到不远处的森森敌意。周叔，你手里的是剑吗？邱之义一回头就看见周霆锋从马车里拿出了一把长剑。这剑该磨一磨了，这样更锋利些。赵团团平时都是拿着周霆锋给他雕刻的木剑在练，这会儿乍然看到一把真剑，小家伙异常兴奋地跟在周霆锋身边。周叔，你这剑叫什么名字？这话顿时把周霆锋给问住了，他似乎也没有想起还要给剑取名字。邱之义笑了笑，以为周霆锋不会搭理赵团团这幼稚的问题。这剑叫知意剑。本来准备切菜的邱之义差点把自己的手一刀给切了。谁剑？周叔，这名字真好听。邱之义内心一阵郁闷，听我说，谢谢你，我的好大儿。这剑是你娘买的，自然就是你娘的剑，名字也当和你娘有关系，所以才叫知意剑。邱之义听到这个解释，心里稍微能接受了一些。要不还是换个名字吧，我一个女子实在是不大喜欢在名字后面配个剑字。周霆锋想了想，邱意剑如何？不如何，和刚才的知意剑比起来，确实要顺耳一点。就这个吧，挺好的。见他都这么说，周霆锋那双深邃的眼眸里竟然挂了星点笑意。邱之义微微一怔，随即便移开了视线。周叔，邱意剑也好听。我也觉得。周霆锋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把一柄雪亮的长剑磨得虎虎生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要准备大开杀戒。不过这剑一磨还真是有点效果，之前还虎视眈眈看着邱之义的人顿时便默默地走远了一些。别说周霆锋手里有剑了，就是赤手空拳，周霆锋也能一下打倒几个。邱之义知道周霆锋是故意显露出手中的剑的，毕竟在事情没有发生前，让人知道他们不好惹，才会让人忌惮。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所有人都是挑软柿子捏，谁最弱谁先凉凉。邱之义简单的做了点饭，三人吃过以后，王母便凑过来了。之义，他周大哥真好，有他在，我看也没谁敢抢我们的了。话虽如此，但还是小心为上。他同黄母凑在一起说着悄悄话，说了一会儿，邱之义便觉得有人在偷窥他。他凭着第六感在人群中扫过去，便见着前世贼眉鼠眼地盯着他看。这老婆子还想干什么？不用想也知道他想干什么。
毕竟现在最缺的就是水了。老婆子只怕是打起了他的主意，见他这里还有水，只怕有了歪心思。看来上次揍他还是没把老婆子揍怕。自打黄家母子没水以后，都是邱之义暗中接济他们，但邱之义也知道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了，毕竟绵面上的水他们也没有剩多少了，每天还得给牛马喂水，要是不想出新的法子，只怕是要出事。邱之义想了想，好像在原书的剧情中，有一处女主带着人逃荒的过程中，途经一片树林时，女主发现有一种树，只要割开树皮，里面就能流出水汁来。只是让邱之义费解的是，男主萧逸都出现了，怎么女主还是没有出现？在他的印象中，女主应该也会很快出现才对，难道是因为她穿越进来了，让这个位面发生了变化，所以女主没有了？邱之义想了想，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他现在能做的就是苟命。周大哥，你不睡吗？你睡吧，今晚我守夜。今天村长一走以后，以前轮班守夜的规矩自然也没了，各家的东西只能自己守着，尤其不远处还有一群缺水的人在看着。邱之义想了想，随即又看向同样准备守夜的黄明光。周大哥，你白天背东西又赶车，本来就很累了，要是晚上都不休息一下，这么下去也坚持不了几天，倒不如这样，你和黄大哥轮着来，一个人守上半夜，一个人守下半夜。这个主意好。周霆锋点点头，算是赞同了这个意见。不过今晚可能会不太平，你们两个注意一些。邱之义说完后便去睡了，等他再次惊醒，是被前世的哭喊声闹醒的。你把剑拿开，有话好好说，我不是来偷东西的，我没有骗你，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我的孙子团团的。他的解释周霆锋根本就无动于衷。怎么明的不行就准备来暗的？今晚是准备偷我的水吧？老儿媳妇儿，之意啊，义呀，你快来，你快让他把剑拿开，娘真不是来偷你的。不是来偷我的，那这是什么？他弯腰捡起水囊，只见里面装得满满当当的，这水分明就是从他们这里偷偷装的。邱之义，我可是你婆婆，你要是敢对我不敬，云山在地下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他生气会怎么样啊？会爬起来咬我？你等着，以后云山收拾你。哎呀，你可吓死我了。周大哥，这妇人同我没有半点关系，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不用管我的意见。那就杀了吧。前世这番真是吓死了，整个人顿时软在了地上。邱之义也愣了愣，虽然前世偷了他，但在现代文明社会长大的他，一时半会儿还是接受不了这么血腥的事儿。老儿媳妇儿，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偷你了。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要是不从你这里拿点东西回去，你大嫂那个杀千刀的，他就不给我水喝，也不给我饭吃，他要弄死我啊！之意呀，娘错了，娘当初不该这么顾着赵元海他们两口子，但娘也不知道他们这么狼心狗肺呀。他们嫌弃我拖累他们还打我，还说我一点用都没有，是个害人精。这也是你活该承受的，怪不得别人呢。滚，下次再来，我一定要你的命。之意，娘后悔了，娘不想跟你们大哥过了，娘想跟你们过。你放心，以后娘什么都顾着你和团团，一定不偏心了。滚，在最落魄的时候回心转意，最是令人不齿。前世想凑过来再求求，邱之义眼疾手快，一飞脚就把前世踹得痛呼在地。哎，这女子踹的竟是她婆婆。明叔没想到邱之义不但唾骂自己的婆婆，还上手，尤其那出脚的力度可是用尽了全力，丝毫没有半点手软的意思。这要是放在平时，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骂一句毒妇。
可是他想起邱之义面对素不相识的难民，还会偷偷的给人送水送粮食，这样的人怎么都不像是一个狠毒的女人。这老妇人虽然是她的婆婆，可却不是一个善道的。她这般对待自己的婆婆，必然是有她的道理的。没想到自家殿下竟然会为这样的一个棉妇说话。众人被吵醒以后，都各自开始准备重新上路。日子纵然再怎么艰难，人活着就只能朝前看。邱之义他们刚刚收拾好，前方就跑来一个人。之义姐，向南大哥他们让我来接你们过去，他说你和他们一起走稳妥些，这会儿他们正在前面等着你呢。邱之义一听，顿时看向了周霆锋，却见周霆锋下意识便皱起了眉头。邱之义愣了一下，怎么周霆锋这表情看着有些不情愿？不过他也没顾其他，现在村里没有村长他们在了，村里乱成了一锅粥。目前他带着团子和周霆锋去和娘家人走在一起，确实是最安全的。好，大娘，我们一起吧。好。不义村的人虽然还是可以像之前那样走在邱家寨人的后面，可是他们如今失去了能主持公道的人，弱一点的人即便有水，那也是人人自危，稍不注意就会有比他们更强的人去抢他们。邱之义路过阁老寺的时候，就听得李小婉，你快去同他说啊，他爹是邱家寨的寨主，要是我们能跟着他们，别人也不敢动手抢我们呢。邱之义的目光扫过阁老寺，却见阁老寺一脸的纠结，似乎不知道怎么和他开这个口。可大哥，要是没人庇护我们，到时候有个啥事情，我和我儿子可怎么办呢？你家里那么多小的，你咋能顾得上我们母子？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和我儿子被人践踏，死于非命吗？这话一出，阁老寺一下便有所触动，他挪开步子跑到邱之义身旁才停了下来。邱之义侧手看了他一眼，见他一脸难堪却又不得不屈服的样子。你们跟着我们吧，我爹他们不是那种计较的人。多谢。还是那句话，阁老寺是个很好的人，但却不是能保护得了他的人。为了活命，他只能自私一些，但如果对他并没有多大伤害，却又能帮上他，邱之义也不介意帮一帮。他们一行人路过萧逸的马车的时候，邱之义又听到萧逸剧烈的咳嗽声。殿下，如今天天赶路，我这里也找不到温补止咳的药，要是有些阳明草就好了。可惜这四周干旱的太厉害了，一般的药材都被晒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无法，我还能忍一忍。邱之义脚步不停，心下却一动，不巧得很，他囤的药材里还真的有这一味什么阴阳草。不过人家没有找上门来，或者没什么契机，他也不愿颠颠的凑上去多惹是非。即便知道眼前的人是男主，他也不愿意。男主嘛，弯弯绕绕的心思多，他怕自己颠颠的凑上前去献殷勤，反而惹得别人怀疑，还以为他有什么多余的心思。当然，如果有合适的契机，他也是愿意帮这个忙的。心思浮动之间，便走到了冯玉安他们的马车旁。这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天吃不好睡不好，外面吵死了，我还得跟这群下里巴人一道走，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娇儿，你莫要乱说话。三表妹，我是你表哥冯玉安，你可以叫我玉安哥。邱之义知道自家人并不欢迎他们，不过冯玉安确实算不得讨厌。冯公子好。之前不知道表姑家有一个三表妹，是我不对，三表妹莫要放在心上才是。邱之义点点头，并不多说，径直走了。大哥，你看他那神气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什么宗亲贵女，实际就是一个……玉娇，闭嘴！瞧瞧我这大哥，跟个憨憨似的，怎么还对一个村姑客气上了？秦蓉蓉只觉得耳朵很吵。邱之义带着一行人来到邱家寨的时候，邱家人果然在等他。来了就好，咱们以后一起走。邱之义点点头，目光扫过去，便见一家人整整齐齐地看着他。身边的周霆锋、白圆圆和何月安算是见过的，其他的人则是第一次这么直接地见周霆锋。一家人从周霆锋的头发尖尖打量到脚底，邱之义怀疑，要不是周霆锋穿了鞋，他们可能会把周霆锋的脚趾头都要翻出来看一看。一个个用不善的目光打量了一遍以后，就开始小声议论。之前我就说过，他身子不够壮实，我看他最多只能扛得动100来斤的东西，这身板如何保护之义母子？幸好有我们。你看他这张冷冰冰的脸，必然是一个不会好好说话的人。
那追哥了他，这每天面对一张不解风情的冰块脸，他如何高兴得起来呀？咱三妹啊，真是个命苦的。孺子不可嫁也。这是我们的新姑爷，看着好像不是好人的样子。一家子赤裸裸的嫌弃。秋之义头疼的揉了揉眉心，终于知道为啥刚刚周霆锋不大情愿了。原来他都算到会被人嫌弃了。上次逃荒之前，邱向南给他送马的时候就看见过周霆锋，那时候时间紧，邱向南也没仔细了解过周霆锋的为人。如今邱之义这么带着人上来，虽然是在逃荒，但也算是第一次带人登门了。面对一家子的嫌弃，周霆锋神色淡淡的把脸偏向一边，一副实际我也不想搭理你们的样子。呸，就你能耐，三妹夫我那天可是亲眼看见的，人家一个人就能挪起马车车板，你们还2-3个人抬呢，人家那身板可比你强多了。我一个人也能挪得起来。袁氏倒是不了解周霆锋是怎样的人，但如今自家闺女既然选了人家，那就是一家人。霆锋，你莫见怪，他们都是被我惯坏了，你就当他们胡言乱语就好。啊，好，伯母。好了，以后大家再慢慢了解，我们如今还是启程吧。邱正胜一双眼睛盯着周霆锋打量了一番，这个严肃的老头面上是一副不是很满意周霆锋的样子。等儿女都走到前头了，他凑到袁氏身边，这小子不赖呀，咱们闺女喜欢就好。你们先走吧，我去照顾后面的人。你水囊里可没有2口水了，你自己悠着点，要不是向北把自己的水给了你，昨天你就差点渴死了。周霆锋押着马车和邱家几兄弟走在一起，邱家几兄弟一个个都在偷偷地观察着周霆锋。周霆锋像是没有看见几个人的目光似的，只自顾自地走着。他二婶，你走路的时候可小心一些，别掂着肚子。二嫂，你这是有了？盼了几年没怀上，如今一逃荒就怀了。邱之义都觉得这事实在是一言难尽。问了寨里的大夫，说是8-9不离10，可如今这样的情况，我实在是担心。莫要担心，虽说女子有孕前3个月不宜多动，但也不是全然如此的。有的妇人自打怀上就没有停过做事，最后也能顺利生下孩子的。唉，如今这样的境况，也只能将就着了。只是苦了你了。不苦不苦，我盼这一天可是盼了好久。二嫂，放心吧，这个孩子能长在你身上，便是同你有缘，他一定会坚强的。几人正说着话，便见邱向北牵着自家的马车过来。他先是看了眼何月安，娘，你坐上来吧，要不然这么走下去，你的脚受不了啊。话是这么说的，可是在看向何月安的时候，邱向北的眼底有些愧疚和不忍，却不曾想何月安冲他甜甜一笑，半点不介怀的样子。二叔如今也会耍心眼了，明知道娘舍不得让弟妹走路，二弟还偏请娘去坐车。儿大不由娘啊。月安，你先坐车，我昨天休息了一晚上，现在精神头足，正好能走一段路，等娘走不动的时候，娘再来车上歇歇。何月安不肯，弟妹你就赶紧坐吧，大夫说了，前3个月尽量不要太累，你平安了，一家子心里才安定。月安，要不你就上来吧。见邱向北这么说，何月安这才红着脸上了马车。真好，大嫂这语气听着好似我大哥不好似的。之意，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大哥挺好的，唯一不好的就是太听爹的话了。发生什么了？虽说我们寨子没水了吧，但是爹可有法子了，咱们家的米分给他的，他全部拿去给人换了水了，10斤米换半瓢水，人家不换他就拿15斤。你都不知道，咱们家之前囤的米都被他换掉了几百斤了，不然这2天怕是都撑不过来了。这哪是换的水呀，那简直就是换的金子。这要是搁在从前，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有这么傻的人。你大哥也是，不劝着爹就算了，爹一吆喝，他也不管爹做的对不对，当下就上手了。大嫂，以后换粮食的事还是不要做了，至于水的事，我们再想办法。他空间里的水养邱家人和黄家母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缺水的时候把粮食拿去换了，以后缺粮食的时候可没有什么能换。
白圆圆也觉得很是吃亏，毕竟粮食和水画上等号，他们都有些接受不了这事，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但眼下的情形又没给他们多余的选择，